你好，美国。11个月前，我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而我正在收拾它。我上任时，通货膨胀是48年来最严重的，有人甚至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这导致物价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使得数百万美国人负担不起生活。这种情况发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负担能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边境是开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一支由2500万人组成的军队入侵，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监狱、精神病院和疯人院，他们是毒贩、帮派成员，甚至还有11888名凶手，其中超过50%的人杀害了不止一人。这就是拜登政府允许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再次发生。我们有男人参加女子运动，每个人都可以变性，犯罪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人们被禁止提及执法部门和类似的词语。我们有最糟糕的贸易协议。我们的国家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嘲笑，但他们现在不笑了。在过去的11个月里，我们给华盛顿带来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多的积极变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赢得了普选和所有7个摇摆州，以及其他一切被授权去应对一个病态和腐败的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只是从人民手中夺走了财富，粉碎了美国人民的梦想。在过去4年里，美国一直被一些政客所统治，这些政客只为既得利益者、非法移民、惯犯、企业游说集团、囚犯、恐怖分子而斗争，更重要的是为外国国家服务。这些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占了我们的便宜。他们让非法移民涌入你们的城镇，他们侵吞你们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他们给你们的孩子灌输仇恨美国的思想。真的，他们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暴力重罪犯，让他们去残害无辜，他们制造战争，他们制造混乱，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可怕的局面。但是现在你们有了一位为我们国家那些奉公守法、辛勤工作的人民而奋斗的总统。是这些人民让这个国家运转，让这个国家发展。仅仅1年时间，我们取得的成就就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南部边境的入侵。在过去的7个月里，没有一个非法移民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国家。这是一项所有人都认为绝对不可能完成的成就。你们还记得拜登说他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来帮助关闭边境吗？他总是责怪国会和所有人。事实证明，我们不需要立法，我们只需要一位新总统。我们接手的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边境，我们迅速将其变成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边境。换句话说，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从最差变成了最好。我们正在驱逐罪犯，恢复我们最危险的城市的安全。看看华盛顿特区就知道了，它的安全水平达到了我们前所未见的程度。我们还摧毁了嗜血的外国毒品集团。我们靠我们自己的人民做到了这一切。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正在毒害和摧毁我们的人民。通过海运进来的毒品现在减少了94%。我们还打破了学校里那些邪恶的极左派觉醒激进分子的控制。现在对这些学校的控制权已经回到了我们伟大而充满爱心的州的手中。教育就应该由各州负责。在我的第1个任期内，我们重建了美国军队，加上我们现在的扩充，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且遥遥领先。我恢复了美国的力量，在10个月内结束了8场战争，摧毁了伊朗的核威胁，结束了加沙战争，为中东带来了3000年来的首次和平，并确保了人质的获释，包括生者和死者。在国内，我们正在将我们的经济
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上一届政府及其在国会的盟友掠夺了我们的国库数万亿美元，将所有商品的价格推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正在降低这些过高的价格，而且速度非常快。让我们看看事实。在拜登政府领导下，汽车价格上涨了22%，在许多州上涨了30%甚至更多。汽油价格上涨了30%到50%，酒店价格上涨了37%，机票价格上涨了37%。现在在我们的领导下，他们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民主党政客还导致食品杂货成本飙升，但我们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感恩节火鸡的价格比拜登去年下降了33%，自3月份以来，鸡蛋的价格下降了82%，其他一切都在迅速下降，而且还没有结束，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没有人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下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努力。在新的一年里，你们会在你们的钱包和银行账户里看到成果。在经历了多年创纪录的收入下降之后，我们的政策正在以历史性的速度提高实际收入。在拜登的领导下，实际工资下降了3000美元。在川普的领导下，普通工厂工人的工资增长了1300美元，建筑工人是1800美元。矿工方面，我们正在恢复清洁美丽的煤炭，工资增长了3300美元，而且多年来工资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通货膨胀。记住这一点，工资看看就知道了，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超通货膨胀，这有多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的就业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自从我上任以来，所有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来自私营部门。想想看，所有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来自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部门。这才是让国家强大和伟大的唯一途径。这种历史性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我已经确保了创纪录的18万亿美元投资进入美国，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工资增长、经济发展、工厂开张以及更高的国家安全。这些成就大多是通过关税实现的。我最喜欢的词，关税。几十年来，其他国家一直成功地利用关税来对付我们，但现在不会了。企业知道，如果他们在美国建厂，就没有关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以创纪录的数量回到美国。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建设工厂和厂房、人工智能、汽车。我们正在做一些没人认为可能的事情，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坦率地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年前，我们的国家已经死了，那时候我们完全死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好失败了，彻底失败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过去5个月里，我和每一位领导人都谈过，他们都这么说。明年你们还会看到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的成果，这实际上是通过我们那个伟大的、庞大的、漂亮的法案实现的。这也许是国会通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法案。我们将12个不同的法案合并成一个漂亮的法案，其中包括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以及我们伟大的老年人的社保免税。在这些减税措施下，许多家庭每年将节省11000美元到2万美元。预计明年春天将是有史以来退税金额最高的季度。由于关税以及刚刚通过的那项伟大的法案，今晚我还要自豪地宣布，超过145万名军人。想想这个数字，145万名军人将在圣诞节前收到一份我们称之为战士红利的特别款项。为了纪念我们国家在1776年建国，我们将给每位士兵发放1776美元。想想看，支票已经在路上了，大约30分钟前还没人明白这一点。
由于关税，我们赚的钱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多，而且这项法案也帮了我们一把。没有人比我们的军队更值得这份奖励。我要祝贺大家。顺便说一句，现在我们军队的入伍人数创下了纪录，而去年我们军队的征兵人数是历史上最差的。1年时间变化真大。此外，我还在做任何党派的政治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对抗特殊利益集团，大幅降低处方药的价格。我直接与制药公司和外国协商，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将药品的价格削减了高达400%、500%，甚至600%。换句话说，你们的药品费用将会大幅下降，而且我利用关税的威胁，让那些原本绝不会这么做的外国承担了这巨额降价的成本。他们停止敲诈我们。而且从4天前就开始了，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以前药品价格一直只涨不跌，但现在他们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下降，这叫做最惠国待遇。在此之前，没有哪位总统有勇气或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些前所未有的降价措施将于明年1月开始，通过一个名为TrumpRx.gov 的新网站提供。这些大幅降价将大大降低医疗保健的成本。我也正在直面那些庞大的健康保险公司，他们靠着本应直接用于人民身上的数百亿美元谋取暴利，而这些钱应该给人民，也就是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购买自己的健康保险，这将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福利。这将是更好的健康保险。目前的难以负担的医保法案是为了让保险公司致富而设立的，它是一种价格过高的糟糕医保。你们现在也看到了，民主党人要求的保费大幅上涨，而且他们正在要求这些增长，这是他们的错，不是共和党人的错，这是民主党人的错。这是难以负担的医保法案，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再次强调，我希望这笔钱直接给人民，这样你们就可以购买自己的医保，你们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唯一的输家将是那些已经变得富有的保险公司，以及完全被这些保险公司控制的民主党，他们不会高兴的，但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民最终将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另一个主要关注点是能源成本。多年来，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利用绿色能源骗局作为借口，将数十亿美元输送到他们自己的巨额秘密基金中。他们的能源限制大幅推高了价格，他们以创纪录的水平推高了价格。在拜登的领导下，电力成本飙升了30%到100%。一个典型的家庭在更高的能源成本中损失了5000到1万美元。想想看，你们损失了5000到1万美元。上任第一天，我就宣布了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汽油价格都在2.5美元以下。顺便说一句，在一些州，油价刚刚达到每加仑1.99美元。在未来的12个月内，我们将开设1600家新的发电厂，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而且这个记录几乎不会被任何人打破，或者肯定不会很快被打破。电力和其他一切的价格都将大幅下降。我再次强调，民主党造成的通货膨胀灾难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也剥夺了数百万美国人拥有住房的机会，实际上也剥夺了他们的美国梦。在民主党的统治下，一笔典型的新抵押贷款的年度成本增加了15000美元。在11个月里，我们已经将年度成本降低了3000美元，而且还会大幅降低，等着瞧吧。这些数字会令人震惊的。我很快还将宣布我们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一位坚信应大幅降低利率，并让房贷还款压力明显下降的人。明年年初，药价还会进一步下降。新年伊始，你们将会看到，我将宣布美国历史上
最具魄力的住房改革计划，导致住房成本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边境的大规模入侵。我们从未遭受过入侵。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拜登政府对我们国家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允许边境入侵。上一届政府及其在国会的盟友引进了数百万移民，并为他们提供了由纳税人资助的住房。而你们的租金和住房成本却飞涨，租赁市场超过60%的增长来自外国移民。与此同时，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涌入急诊室，获得免费医疗和教育。而这些都由你们美国纳税人买单，他们还增加了执法成本，成本是如此之高，他们都不愿提及。50年来，我们首次看到逆向移民，移民们正在返回家园，为美国人腾出更多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在我当选总统的前1年，所有新增就业机会都流向了外国移民。自从我上任以来，100%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流向了在美国出生的公民，100%。最终，政府要么为有生产力、爱国、努力工作的美国公民服务，要么为那些破坏法律、欺骗制度、以牺牲我们国家为代价来寻求权利和利益的人服务。看看明尼苏达州，索马里人已经接管了该州的经济，从明尼苏达州乃至美国窃取了数十亿美元。只要我还在任上，我们就会结束这种情况。在我当选总统之前，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美国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腐败的政客掠夺权力，剥削我们的纳税人，掠夺每一个使文明社会得以运作的系统。但是现在不会，你们每天都能看到不会再这样。我们坚持美国优先，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非常简单，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今晚11个月后，我们的边境安全，通货膨胀停止了，工资上涨了，物价下降了，我们的国家强大。美国受到了尊重，我们的国家回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世界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很快我们将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这2项都是我争取来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庆祝独立宣言250周年。没有什么比完成1年前开始的美国复兴更能致敬这个史诗般的里程碑了。明年，当世界再次审视我们时，我们会让他们看到一个忠于公民、忠于工人、对自身认同充满信心、对自身命运充满信心，并让整个地球羡慕的国家。我们再次受到尊重，这是前所未有。祝你们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上帝保佑你们。